近一点。来喽！来喽！我们等人上一上吧啊！等人上一上。今天没出去打球吗？我去打球了，还怎么直播呀？这边要直播吗？怎么打球啊？祝大家端午安康，然后今天还是夏至，也是父亲节，然后在这个周末也是应该还在假期里吧，然后选择了在今天直播跟大家见面，然后一起分享一下。想打球啊，最近压力比较大，所以怎么说呢？就想，因为打球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吧，或者解压的方式吧。运动当中，提升自己的状态，然后打网球还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事情。但最近打网球也遇到了一些，遇到了瓶颈，就是迟迟没有拿到3.5的冠军，让我其实非常的难过。为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拿到3.5的冠军？好难过。打球不累啊，打球有啥累的？身体的累都还好，只要不心累就行了。然后也是说，好久没直播了吧？上个月没有直播，然后所以这个月直播就和大家正好也出去转了转，然后也经历了毕业嘛，所以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和聊一聊。我每一次，知道吧？就是可能
就是因为运气不佳吧，所以才会更加的心里不舒服。其实你打不过别人很正常，对吧？那输在自己的实力还没到那个水平。关键是我参加了好几次，4次、5次吧，每一次都倒在了半决赛，就很难过，而且每一次都是以小组第2出现，也很难过。然后每一次都是第1局先输，就是输第1局，导致后面赢了也只能是小组第2。然后每一次打的都是那个组里最强的，甚至是2个组里最强的，所以就觉得，哎，怎么老觉得就是，也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机会，就感觉运气啊、实力都差一点，所以有点心塞。但我应该是属于一个心态比较好的人了，对吧？法网看了，其实那个兹维列夫拿了冠军，我觉得还是挺激励人的，就是坚持，然后终于有个机会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大满贯。然后最近不是也有最近研究生毕业了嘛，也是一个非常，也在这个月吧，研究生毕业了，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和开心的事情。很早的时候，妈妈就通知了妈妈嘛，妈妈就特意去网上买了旗袍，然后买了一次，好像不是很合身。那我关了，重新进一次吧，是不是人多了？现在好了吗？我有延迟。现在好点没？现在好了，好了就行。没声儿，有声儿了吗？OK，好了，我们讲到妈妈嘛，然后特意穿了旗袍去看我的毕业典礼，然后我们还一起拍了毕业照，挺有趣的，3年了吧。然后就回想起当时，其实然后就回想起大学毕业的时候嘛，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印象已经不是特别的深刻了，但会想起一些，因为大学时候感觉过得都特别的快，
大学时候那个读书的那个时光哈，觉得因为从一个小地方考到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实感觉就是每天都在被新鲜的事物所吸引，然后被五光十色的这个夜上海啊、夜生活啊，然后包括新奇的事物啊、逛街啊、吃啊，被这些就吸引住了嘛。所以每天都在好奇当中，每天都在好奇当中，所以就其实过得非常快。然后那时候不是喜欢打篮球嘛，我记得其实上戏的校园特别小，当然成大的校园也不大，也很小。然后我记得当时在上戏打篮球的时候，因为上戏有的时候因为没有地方停车嘛，所以有的时候上戏的那个篮球场就会被停车，被老师的车停在上面。我就记得放学了，有一次就是我们要打球，但是下面停了车，我们就把那个老师的车，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就是说人是真的可以抬得动车的。我们可能7、8个人，就真的把那个车抬起来挪走了。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嘛，相对来说可能像我这种从事这个搞艺术的，或者是从事娱乐行业的，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也是向我的同学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对，关于做企业啊，关于就比如说我们会聊，我们其实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上领导力的课，就看谁的表达能力，然后怎么去团队协作，然后还有一堂课是上那种表演的这个课。我说那不是我的专长嘛，有的时候还会上那种艺术审美课。对，所以还是就是上某些课的时候，还有就是说上那个战略分析啊、营销学啊、心理学啊，这些我学的都还挺有意思的。但是一上的那种关于数字类的哈，什么财务啊、数据分析啊，然后会计啊，就是简直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听天书一样，就是真的，感觉人和人的大脑真的区别非常大。就我对数字真的是非常的不敏感的，哎呀，干不了这个数字的活。放个歌，要听啥歌？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给我跑的啥，就茶吧，每天就喝点茶。然后这次去学习不是还去了英国，去了剑桥，去了耶鲁大学，感受了一下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大学的氛围。然后游学当中也会有一些看看其他的校园的生活啊，然后包括人家的交流的一些想法，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对。然后还有一个，当时我因为
不是上毕业典礼的时候嘛，排座位的时候是按照名字的顺序排的，就 Z 是排在最后面，然后排在最后面正巧我们左边就有一堆，应该是本科毕业生，我觉得哇，好，就是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哎呦，就非常的青春洋溢，就本科毕业生。突然改光暗，就感觉非常的就青春洋溢啊，就是好羡慕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大学生的那种感觉。虽然我看起来还算青春洋溢吧，但是这个生活的基调已经慢慢的在偏向老年人了。打困了，刚给大家在录那个晚睡故事，我巴拉巴拉说了1个小时，然后口也干了，人也困了，早上起来看书了。早上就起来看书，最近看了一本书叫那个《闲的玩笑》，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看得我有点难受、难过，笑不出来，就是闲倒是蛮闲的，就是看得有点让人五味杂陈的。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看完了以后，在机场买了一本书，马斯克传，然后我想看看去看看人家的故事，来激励激励自己，就是面对挫折啊，怎么样继续好好生活的，对，然后继续在努力奋斗的一点点，就是看看人家的这个经历，然后给自己一点能量吧。对，闲的玩笑，看得我好难过。不是投入，是因为就很容易共情嘛，然后包括他书里说的一些故事，对人生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觉得虽然一直就觉得人生就是修行，人生底色是苦与悲的，但然后加上自己又在做新的纪录片嘛，所以总会去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思来想去，就是还是就是突然这种共情也好，或者是悲伤也好的情绪，就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所裹挟。对，然后1年1半的时间又过去了，1年又1年，就是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们聊到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拍纪录片，从你心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就想，想说这些年
为什么还要继续出发？因为有变得更好吗？其实没有变得更好，所以为什么要继续出发？是还必须走在路上，就像感觉是一个，就看完那本书，就会更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圈层的一个压力吧，就好像人的命运就在这儿兜兜转转，想要走出去，却没有走出去，总是有什么东西，像是在困住自己的样子，然后包括现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是一方面自己要往前走，虽然可能我有时候活得比较自己吧，做自己，但是也会想说满足大家的一种期待，就包括做戏也好，就当时可能是冲动，也是或者是为了实现给大家的承诺也好，当然我觉得迈出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会遗留下许多的问题，对，然后我现在都在一个个的解决，然后也是希望，就是在想，就是这个其实是投入下去，目前在这个阶段，因为操之过急，可能还没有任何的回报和水花吧，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就因为不知道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阶段还是挺难熬的。然后就觉得如果没成功或者是失败了，那后面还要不要做？对，怎么做？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对，可能就会谨慎一些，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年轻的时候感觉敢想敢闯，总是想突破一些、打破一些规则或突破一些规则。等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觉得，其实就是还是逃离不出一些世俗的眼光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个规则在里面，就会搞得人非常的心力憔悴。对，然后还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也好，还要找到这个原始的动力吧。去拥抱大自然，我当然知道去拥抱大自然，然后其实就感觉好久也没有认认真真休息一下，可能也是吧，也是好久没有，以前好像都出去转一转啊，什么追追鲸鱼啊，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世界，灵感也有了，
回来工作的动力也有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东西啊，然后讲讲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关心我的朋友也知道，我最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又重新去了西藏嘛。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去西藏了，然后其实发生了非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跟之前又完全不太一样。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我去了冈仁波齐转山嘛，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冈仁波齐。这个也是在我的纪录片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对，然后那个冈仁波齐在西藏的阿里地区，它不是西藏最高的山，但它是最神圣的山。它被4种主要的宗教同时认定为世界的中心，是无数信徒心中终极的朝圣地。藏传佛教里，它代表无量幸福，是佛教宇宙观中的中心圣山须弥山。印度教里，它被认为是3大主神之一，毁灭之神湿婆的修行和居住地。出于对信仰的尊重，冈仁波齐是一座从未被任何人登顶过的山峰，至今保持着它神圣的尊严。许多人都是认为转一次冈仁波齐都是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说是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然后它的整个转山路线是52公里，平均海拔在4800米以上。最高的高点卓玛拉山口海拔5600多米。然后其实因为之前去过西藏嘛，包括2次都是去骑行的，所以还就是挺有自信的。然后包括我们在沟通前期工作的时候，向导就说：“那个我们沟通到拍摄的流程和行走的流程，怎么去规划这个路线。”那向导因为我们之前拍8月的时候就一起合作过，那向导说：“因为他长期都在那个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他说：张导没问题。他说张导的体力，对吧？打篮球、骑车啊，这个身体素质肯定没问题，这没什么问题。就是反而担心的是其他工作人员到底能不能行，就是他觉得我的体力是肯定没问题的。所以听他这么说，然后这样自我感觉良好，我也觉得我没问题，对吧？没问题。然后呢，为什么就是6月2号出发呢？是因为6月1号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结婚，他很早就跟我说了，所以我说那我必须参加完你的婚礼再去。那呢，我就提前1天，我就吃了1颗那个就是预防高反的药。然后那天实在是也很开心，看着朋友结婚的婚礼的时候也是，感动到不行，就是这个闲闲的，然后来了我们桌是吧？也是感觉就是这个文化嘛，就是不喝好像有点不好，就是祝福嘛。那也是喝了3杯啤酒吧，就是3杯啤酒。哇，你可能不知道是吃了高反药还是怎么的，心突的。然后第2天就去了，那天吃了1颗，第2天又去了那个飞到拉萨。那拉萨呢还好，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可能没有睡那么久，就睡了一会儿，晚上就醒了。那吃啊逛啊，反正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来了很多次了嘛，来了3次了，对吧？
就觉得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就想跟大家说，盲目的自信加上别人的吹捧，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我是这一次旅程，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就是因为一直说，没问题，我也自我感觉去了好多次没问题，但其实一直以来啊，拉萨是我的终点，而不是我的起点，对不对？那这次的起点是拉萨，终点在更远更高的地方，在阿里地区，要1500公里才能开到塔青，然后开始攀登之旅。然后我们就去到了，第一天就到拉萨嘛，那我们真是后来聊就是说这是魔鬼行程，很少有人这么干。第二天就到了萨嘎，4600米，就他那个镇上啊，可能村子还是镇，就是4600米，完了，睡不着，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开那个助氧仪，也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怎么用，那想的就是没问题，我说我的身体顶一顶就过去了，对不对？再加上咱现在又经常运动，肯定没有问题。然后呢，也没开助氧仪，然后反正就睡2个小时就开始醒，就干呐，然后流鼻血，咔咔咔，就一直流鼻血，干，然后就是头一觉2个小时，接下来就是1个小时醒一次，醒来就是喝水、上厕所，要么被渴醒，要么被尿憋醒，就喝水完了以后呢，这个萨嘎，然后第二天到塔青，也都4600，然后我们到塔青就开始拍了，就开始去湖边，就开始有拍摄任务了。哇！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戴绒线帽，我就戴了一顶那个鸭舌帽，那吹得我脑瓜子嗡嗡的。吹的这头疼，加上又高反，鼻子又不通气儿，吸不上来，脑瓜子就不行了，反正就是睡不着，塔青也基本上没睡着。我本来想呢说，第3天到塔青吧，第2天、第3天到塔青，然后呢，我一晚上喝了5瓶矿泉水，后来水喝完了，没水了，怎么办？这个就要讲一个更厉害的。现在这个西藏的这个酒店设施啊，太牛了，全是全自动的，进去全声控，全是小度关窗帘，小度关灯，小度关电视。然后呢，我不是这个没水了嘛，我就在想说打电话给前台啊，当时5、6点吧，因为渴的已经不行了，5瓶水喝完了，5、6点，我就想打电话给前台，我说能不能给我拿点水？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个电话在哪里。好，那不行了，我说那正好还有可乐，我打开可乐，我就开始喝可乐，我在那喝可乐解渴。后来第2天一问，他说那个操控屏小度，你就可以让小度给前台打电话。我说都这么先进了吗？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我还因为我也平时也不住酒店，我说这个太高级了，反而不会用，你知道吗？还大城市来的，跑到西藏连酒店都不会用啊！然后就出发了嘛，然后出发开始转山。转山了以后呢，因为拍摄需求嘛，我们要拍到冈仁波齐，然后金帆广场等等这些拍摄的东西，所以就是其实是需要等待，
就是不是说我们徒步就是说到了就一直走，我们其实是需要等待的，等待最佳的时机，拍摄镜头，人物还得入画，还得去设计镜头，然后包括走一走、转一转，其实是要来回走。所以就一开始人家向导也说你体能肯定没问题啊，是其实第一天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很，就按道理来说其实是不会那么累的，但是因为需要拍摄，需要来回走，需要完成镜头上的语言的一些创作，所以其实体力是加倍的。因为你不是说我走到那个目的地就行了，你得来来回回走，来来回回取景，来来回回去磨镜头，因为要拍出好看的有意象的东西嘛。所以就是说消耗非常大的体力。然后我第一天徒步，我们要走到那个止热寺，就给我干废了。我记得当时到了止热寺，就其实已经快天黑了，就是因为已经开始下雪子了，就是准备要下雪了，因为到了下午他们的风就非常大。然后呢，我想都快到，你知道吧？我当时我都看到那个字了，招待所3个字。我想我终于到了，我赶紧要进去。我那时候已经开始风已经很大，然后我又没有把包里的这个棉服拿出来穿，因为我想也快到了嘛，没必要再穿，走了几步就到了，就开始抖。我这边我看到目的地了，我在那抖。就想，然后这边摄影师看我的导，我靠，这个角度这个桥好，他说你走一条，好，我说行，我说行，我说坚持一下，我嘎走了一条，导，哎，我还行不行？我们再来一条。我说不行了，我说我得休息一会儿，我说我得休息。他说好，那你先休息一下。他说我们等会儿再拍一条。我说的休息是进屋休息。我说我现在不行了，我说我现在真的浑身都在发抖。我说我现在想坐下来，找个没有风的地方，因为呼那风好大，然后还夹杂着雪籽。我靠，它巨冷。我就冲进去，我就想，我说去哪儿了？他们去开房了，然后因为房间非常难订，因为去转山的人特别多嘛。我招待所3个字，然后我赶紧往前走，走到那个镇上，左边没人，摄影师可能还在继续抓拍或者什么东西，左边没人，右边没人，我拿起那个对讲机讲，我说你们去哪里了？我就问那个制片人，问向导。我说你们去哪里了？我说在哪儿？我们的房间在哪里？我说冷死了。然后结果我们那个住宿的地方不在那个招待所3个字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讲，制片人就跟我讲，他说那个导儿，你那个往前走，左手边有公共厕所，你看到没有？我说好，我走了几步，我看到了，我看到公共厕所。他说越过公共厕所，你往左转，往左看。我说我现在出来接你。我说好。结果我越过那个公共厕所，往左一看，我的妈呀，一个大下坡，大概可能100-200米吧，200米。我就看到那个制片人在给我招手，向导也给我招手，我们住的地方在这儿，下来。我说住那儿，那我不是白爬了？我又爬这么高，我现在又要下去。我当时又冷又饿又没能量，风吹得呜呜的，然后我就往下走。下走了以后，真的房间要抢，我们当时房间都人家没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有误会或者什么东西啊，人家也没登记，怎么的，就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房间被人占着，后来去交通就去交涉了以后才，然
然后我们才进去。4个人一间房，关键是没有厕所，而且是你走到下面以后，那个房间在2楼。我的妈呀，我还得上楼。我当时上完那个2楼楼梯，那个楼梯它也很陡嘛，让它的楼梯能见多好。我当时就是上去以后，脑袋是眩晕的，就整个就不行了。然后就还好啊，就进了那个房间里，然后就坐下了。房间里暖和嘛，没有风嘛。坐下来以后，然后就开始去茶馆开始吃饭盛饭啊，然后这个休息，然后我就吃饭，我大概抖了将近快1个小时，就一直就真的不行的就抖，在暖和的地方就抖，我就感觉就是已经冻到我的骨头了，我就骨头缝里都是冷的。我就说我不行了，我说我真的，我说今天，我说就给我1天就给我干废了。我说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按照我们本来的拍摄计划是，我们有2组人，第一组直热寺嘛，然后我们是计划明天早上起来要拍日照金山，因为那个地方，看冈仁波齐是最漂亮最美的，早上起来的阳光打在上面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是感觉非常殊胜的。然后走到直热寺。然后我说，然后因为他拍完日照金山出发得8点多9点了，你再加一些拍摄的东西，可能往上走可能都9点半10点了，那这样一天的行程就会非常的赶。我这时候也是让我这趟旅程让我学习到的第2个点。第一个点是不能够过度自信，特别是在别人逮着你这个自信还在吹捧你的时候，对吧？你得保持清醒，这是第一点。第2点学会的是什么？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特别是随着可能年纪的上来就是人要非常在关键的时刻非常要学会选择和抉择。我当时坐在那儿，我就开始跟摄影师聊，跟向导聊，跟制片人聊，我们4个坐在一起。我说明天必须要取舍。我说以我的体力现在这个状态，高反很严重，睡不着觉，以这个状态，我说我不可能拍完日照金山9、10点钟，然后在明天那么远的距离得翻过垭口再一直走下去。我说我做不到，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我说我没有这个体能，我说我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明天就必须放弃拍摄日照金山，然后凌晨5点，我说在这边我估计也睡不着，也睡不好。我说凌晨5点，因为我们之前登过哈巴雪山嘛，他们都是凌晨出发，天黑的时候，第一黑的你看不见，对吧？恶劣的环境或者什么东西，其实人要有一点模糊，你看不见或者什么样的时候，赶路是最好的，对吧？你看不见这风雪，你赶上这个悬崖乱石，你都就专心走路，而且早出发，早到达目的地，早过完垭口，一切都好说。所以就说这个，就做了个决定，5点出发，翻垭口，赶路，日照金山能拍就拍。留给另外一组拍，另外一组就不跟我们上去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挺辛苦的，因为确实在那个高原上对大家的体能要求非常高，有些人摄影师和摄影助理就是明显的感觉是体力不支，就是走的可能还走到我后面，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一组下撤，一组跟着我翻垭口，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你不翻垭口，你没来，等于没来过啊，一半都没赚到，这叫什么转山呢？对吧？你觉得没完成自己的心愿，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晚上最有意思的来了，晚上回去了以后嘛，不是这个宿舍，宿舍这个旅社没有厕所，对不对？我就不敢喝水。然后呢，大家打了热水，是准备第二天早上5点出发，因为5点下面肯定没开门，就接不到热水，所以晚上把热水准备好了，就打了一点热水，大家能带了暖水瓶的，我这次还没有带暖水瓶，借的别人的，拿了他们的用，然后接了热水，是给明天早上出发准备，但是我渴呀。对吧？晚上喝点水，10点、11点不到吧，我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也是1点多，2个小时醒了。哎，摄影师去上厕所了。当时我就想着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敢喝水？因为上厕所，每一房间没有厕所。厕所得从2楼走那个楼梯到1楼，再走到野外去上厕所。我的妈呀，又冷，而且你把衣服脱了，那个地方高原，穿衣服穿鞋老费劲了，真的，穿完头都是晕的，你再走下去，晕的头，还得上个厕所，上个厕所还得爬上来回房间。我的妈呀，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我能憋我就憋着。然后，但是没办法，我摄影师去上厕所了嘛，然后我又渴，我又想喝水，我又不得不喝水，我又喝水，我又想上厕所，憋，他去上完了以后，我还在忍。然后我看他没睡，我说你去上厕所了？他说对啊。我说我在犹豫要不要去上。这时候我觉得陪伴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跟我说，他说导儿，我陪你去。他说这话，其实我还是在犹豫，我说到底要不要去？因为真的是没有体力和没有精力起来穿衣服，你知道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了以后呢，你想上吧，靠，再难也不能再憋了，再憋爆炸了。好，我的天哪！一层羽绒服、羽绒背心，一层羽绒马甲，穿裤子，冲锋衣，戴面罩，戴帽子，戴面巾。你尿你也得对吧？你也得到户外呀，户外暴风雪，下了一晚上暴风雪，对吧？咱们睡觉前就我们拍那个暴风雪。我在想，我的妈呀！我穿好，我说我千万不能在这儿，我上个尿，给自己冻感冒了，明天更完蛋，我肯定得全副武装啊，对不对？好，穿好了，那很好，摄影师很好，打着灯，拿着手机打着灯，陪着我给我照路，赶紧我下楼走到门口，哇，黑灯瞎火，只有暴风雪，尿完了上楼，哇，脱了衣服。舒服了，又开始喝热水，把别人这个准备明天出发的热水，基本上被我喝完了啊。然后，哎呀，他们呢，我左右两边呢，向导和那个制片人，他们俩吃了这个睡觉的药，左边呼，右边呼，管不了了，从我包里把耳塞找到，戴上睡，眯了一会儿。醒来，反正然后还吸了一会氧。那时候向导背了一个3公升的氧气瓶，我们第一天没有用，我睡前吸了一点，然后睡着了的。然后反正然后我就睡嘛，喝了水，尿也尿了，水也喝了，耳塞也戴了，好睡觉。
不管了。睡一会儿醒来，迷迷糊糊的，哎，那再喝一点水，口渴，继续睡。这后来是差不多3点多，对，3点多3、4点，反正睡了2觉了。一看我也差不多了，本来我定的闹钟是5点，我想说5点起来5点半出发吧，对吧？闹钟5点，一看4点多，左边一瞟，我靠，醒了，在玩手机。右边一瞟，也醒了，在玩手机。然后我一看，脚上那个是那个摄影师一宿没睡。我想说，哎，现在是不是他睡着了？我说那打扰他好不好呢？那我就稍微发出了点声响，问下大家醒了没。结果他说，哎，导儿，我没睡。我靠，真一宿没睡。好，我说那行吧，那大家起来吧，收拾，准备出发。此时此刻，热水已经被我喝完了，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手电筒啊，在山上，就另外一个组住山上。好，开始漫长的穿衣服啊，我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睡到半夜，你知道吗？一直不想脱袜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2双滑雪袜，我怕冷嘛，因为我觉得脚是最重要的保暖。但是呢，穿袜子睡觉呢，那个脚永远是凉的。但是呢，我又没有力气去脱这2双滑雪袜，因为滑雪袜好难脱，9牛2虎之力脱，9牛2虎之力还得穿。我那时候真的也是迷迷糊糊睡的，我说脚真的太凉了，脚到现在都没有热。我在那被窝里，我半夜迷迷糊糊把袜子脱了，然后脚才暖和起来。好，就开始穿袜子，穿衣服，又整个穿完鞋，我真的喘半天。OK， 这就5点钟，正好真的5点我们就出发，就往上走，就出发。出发呢还好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走到上面的时候，有一家茶馆开门了。这时候我的妈呀，有救星了，可以打热水了。当时我们在想，因为我们要走的那个天葬台，下个茶馆是天葬台。好，我们在这儿，等于是说我们刚出，还没有出这个镇上，就有个开门的茶馆。正巧呢，制片人也很冷，他带的衣服不够，他还找了一件儿童的这个羽绒服套着，太冷了，谁知道暴风雪啊，温度一下骤降。但还好我带的衣服是够的，羽绒马甲、羽绒背心，这个压缩衣，2双这个滑雪袜，包括这装备是够的。我不冷，因为都把衣服穿上了，穿好了，所以我不冷。然后晚上也喝了热水，所以也不冷。后来他们就在那儿打热水，你知道，就那个地方已经就是说茶馆不是门开的嘛，然后我们打热水呢，想买羽绒服，然后可能想吃个泡面或者什么东西的，就问，哎，这个怎么付钱？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他说老板把门开来了以后，让人进来了以后就睡着了，不知道怎么付钱，就是全凭自己的自愿扫码，你觉得多少钱，或者他可能贴了，这你就自己扫吧，付多少全凭缘分。哇，心是真大。我说这真随缘，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啊，他把门打开了，让大家有个落脚的地方，然后让我们接上了热水，然后出发一路暴风雪。然后这时候呢，
所以我就觉得人呐，要放下自己该死的那种骄傲，那该死的那种，就是那种自我的感觉良好的那种东西，逞强。真的，在那一刻就不能够硬撑，就不能够逞强。为什么呢？因为逞强没有用，最后遭罪的还是你自己。后来我就开始那个，不是我们带了那个3公升的那个叫什么氧气瓶嘛，我就开始快给我吸上，我就讲快给我吸上，我不行了，我顶不住了，我要吸氧。然后后来基本上我在上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插了管子吸着氧，哇，吸氧太舒服了，那简直人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吧？真的，我说，哎呀，早吸早轻松，早吸早舒服，谁吸谁知道啊？然后，对吧？还打热水，再来一口，哇，热水那简直太舒服，太爽了。然后我们所以后面然后这一路虽然暴风雪，但对于我来说还算顺利。摄影师也快顶不住了，我们就一路走一路拍一路走，几乎没让我停。摄影师还是非常的尽责，然后体力也非常好，然后一路走一路拍，一路走一路拍，然后吸，然后还好，向导也非常就是有经验和聪明。他说导，他说雪太大了，他说现在我们是坡角度大，要不要给你换上冰爪？我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说哎，我说还好，我说我觉得我鞋抓地力还 OK， 我说没有，不用，我说还行，吸着氧感觉还行。第二次问的时候，我说穿上，我穿，我有穿就穿，有工具干嘛不用呢？对吧？穿上以后，真的就跟吸上了氧那个感觉是一样的，轻松多了，那抓地力强多了，因为那个那个雪水化了，跟泥粘在一起就是很滑。然后我再看到周围的那些朝圣的人哈，那种磕长头的，有的磕长头，他在那个陡坡上啊，他趴下来，他走2步趴上去，他会顺着那个路，就可能有点冰，他会滑下来，等于说他走3步可能要退2步，或者走3步退3步。我的妈呀，我觉得真的是太虔诚了。我还在和身体的这个东西对抗，人家这种虔诚的程度跟我就是让我也是非常有感触。那我换上冰爪了吧，就觉得，所以不要盲目的自信，就是能够，对吧？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就要去尽量创造，真的没必要硬撑。我觉得自己又说我没吸氧我没什么都没用，这些都不重要，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后来我们就，但下山的时候，因为下山的时候冰爪就更有用了。我穿了冰爪以后，好多有的藏族的这个藏族人就是头发都弄得这么奇怪，就那个藏族人他不是有那个
他们的装备其实都是非常的可能羽绒服连防雪防雨的这个功能都没有，他们就套个雨带，然后鞋也是非常普通的那种鞋子，所以下山的时候其实有些滑的我们都会去，因为我有冰爪嘛，其实走的还是很稳，我就会去扶他们啊，帮助一下他们，其实下山还算顺利。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不动地丁休息一下。不动地丁了以后呢，我们就好几个人嘛，我们就找那个空的座位，然后就坐下了。坐下来正好有一个藏族的小哥哥跟我们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然后看了他，我觉得就聊聊呗，因为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因为去之前我也会像大家一样是吧，搜索一下去冈仁波齐需要注意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含义啊，包括为什么大家都对那个地方那么向往，所以我就说，然后就看到有一条就是说，哎，马年转冈仁波齐一圈等于13圈，就你现在去可能问豆包，他也会给你这个答案。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马年转一圈就会等于13圈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偷鸡的概念吗？对吧？所以我就一直很想问问当地人，就当地的藏族人，他们有没有这个说法？然后我就开口了，我说我一直很好奇，我说因为我们在看到就是说网上说这个马年转冈仁波齐一圈等于13圈，我说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那藏族小哥就说啊，没有听过啊。他说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说你也是第一次来？对啊，我第一次来。我说你也是第一圈，他第一圈。我说那没有这个说法。我说那你准备转多少圈呢？他说20多圈30圈。我说20多圈30圈。我说不是那个一圈顶13圈的。他说对啊，我就准备转20多圈30圈。我说你要转多久啊？他说我今天第一圈我刚来，我准备转到10月底封山的时候。我说什么事情不干就转山？他说对啊，他说我就来转山的。当时也是给了我小小的震撼，就是我觉得转一圈就是转一圈，干啥事儿？你说我比如说，你说我打网球，我打了1个小时，我在一个特殊时候打1个小时，等于我打了13个小时，这合理吗？不太合理吧？所以我觉得，后来我问了我们向导，他说你这不是完全违背宗教的一种，就是这个一种说法嘛？那不就是有点就是机会主义嘛，或者是投机一样的，就是投机，对吧？那我都赶到马年来，虽然马年可能会更加的殊胜，就是他有讲到是这个什么，这种山是属马的，然后得道在这儿，涅槃在这儿，对吧？就是说有这个说法，所以可能马年更加殊胜，我相信。但是你说转一圈等于13圈呢？我从心底也不是很认可这个说法。然后不是，还有就是我不是说这次去带了一个小伙伴嘛，就是一直也没跟大家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或者是总感觉还没到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养的，我养的一直养的小狗，路飞，在之前就已经离世了，所以呢，
我家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正好在开会。他说路飞走了。当时听着，他说你方便接电话吗？我说没问题啊。他说路飞走了，我说因为其实，在半年多前就一直听说他这个长了一个肿瘤，然后随时可能有走的风险，因为已经昏过一次了，就是被叫醒来的，就是躺在那儿已经不动了，然后后来是被拍醒来的。他家人就跟我说过一次，我说我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然后他说路飞走了，我说，然后他就给我在视频电话嘛，给我看路飞躺在那儿，他们现在都很好，有一个给狗狗超度的地方啊，然后火化狗狗啊，然后火化完了还会给狗狗供起来，有一个小框框，然后会给它点灯啊或者什么的，挺好。当时就接了这个电话以后，其实就心情很复杂。然后我家人又跟我说了一个事情，他说发信息，打完电话我又在开会，然后就发信息说，他说哎呀奇怪吧，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路飞是睁着眼睛的，闭不上，然后呢，然后他就问那个处理狗狗的这个地方，他说的人，他说他说怎么狗狗闭不上眼睛？他说都这样，他说这狗狗去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睁着眼睛。他说原来是这样。然后他说奇怪吧，他说一跟你打完视频，给你看完了以后，然后跟你说完话以后，他说路飞就闭上了眼睛。他说奇怪吧，他说给你打完电话以后眼睛就闭上了，就像听到了可能最后的声音吧，就闭上了。然后后来我决定要去冈仁波齐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都说这个冈仁波齐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对吧？是一个承载了很多生与死的地方。就之前也有听说，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转山，就是想在那边去世，然后会走向什么极乐世界或者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吧。然后我就让家人把这个骨灰寄到了北京，还有就是路飞的一个这个一直戴的那个项圈寄来了北京。然后我就想说，这趟旅程就是带着他一块去，所以就是说带着小伙伴，就是带着路飞的骨灰，然后也把路飞埋在了那边。对，然后家人也说其实挺好的，因为有始有终嘛，就是我把它买来，然后带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到处跑的原因，然后把它放在家人呢最后照顾得非常好，也是衣食无忧，吃好喝好，什么都很好。然后最后骨灰到我这儿，我带他去转了一圈山，然后转完以后给他埋了，希望他以后都好吧。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挺圆满的。然后家人也说，去世以后他都没有梦见过
路费，说明都好。我觉得就一定是特别好才会很圆满，才会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牵挂吧，他就可以顺利的进入下个轮回了。对，就是希望他就是这一世也过得很开心快乐，然后衣食无忧的，对，都挺好的。就是感谢，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感谢这段缘分吧。对，我很羡慕他。埋他的时候，我们都在说，我说很羡慕他，有这样的机会转一圈冈仁波齐，然后埋在一个能够看到冈仁波齐的地方，埋在圣湖的旁边。对，哇塞，那景色老好了，应该很幸福，应该都会很好。所以，这趟旅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吧。那天我的向导也跟我说了一个什么，我有点忘了。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一切，他说了什么东西呢？我说哎呀，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说，哎，忘了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应该大致的意思就是感恩相遇，感恩缘分，遇见了就是缘分，对吧？然后在这段缘分里，都很圆满，就很好。有缘分，自然就会遇见。对，或者缘分结束了，也祝福。对，好了。今天也是夏至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端午节吃粽子了没？吃粽子了没？哎，好渴啊！不哭。咸甜都吃了，喜欢吃咸的和喜欢吃甜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喜欢吃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我好像吃了一点点，蘸了糖吃了一点点。没吃粽子，但是吃榴莲了。榴莲跟粽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剧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档呢，我们还在做后期的好多一些工作。定档了，压力又来了。定档了，
又宣传又好多工作呀，天哪，压力山大呀。饿了，老饿了，现在好饿呀！我现在好饿，给你们讲了半天，还录了晚睡故事，我燃尽了，好饿，好饿，玩个开心的小游戏，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听说在端午节这一天，鸡蛋特别容易立起来，到底是不是？我们准备了一颗鸡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立起来。生的，生的，哎呦，好像有可能可以哦。生的，生的。哎呦，立住了，我都不敢动。我靠，蛋都立住了，要相信自己，真的。怎么做到的？我靠！我靠，怎么做到的？好像成功不了了。哎呦，
成功不了了。我靠，刚怎么成功的？我也不知道哎。你看，白花花的。成功一次是运气，成功2次就是实力。新居大宝啊，靠你了，蛋。回头那个你们那个把那个你们成功的那个照片发过来，让我审查审查。太厉害了！其实我拿到这个蛋的时候啊，他们给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是可以立住的。鸡蛋怎么可以立住呢？好了，成功了啊！那愉快的日子，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啊！今天是1年之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我们用这一天聊了毕业、端午、夏至，还玩了非常有趣的小游戏，还有一段5000米海拔的路，是吧？聊了那么久。6月是1年的中间，上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不是那么顺利的，但没有关系，下半年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刚毕业，正在迷茫，没关系，慢慢来，你会找到自己的路。如果你最近很累，找个时间出去走一走，不一定非要去西藏，去附近的公园也可以。然后我建议云南呐，就好像最近广西也很火，这些地方啊，都好像没有这么热。对，特别云南，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旅行的地方。如果有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别等，去做吧。祝大家端午安康，毕业快乐，平安喜乐。拜拜了，拜拜了，哈哈，挑战成功。这颗蛋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告诉我要等待时机。果然，这一天就是立蛋的最佳时刻。我要等待那一天，最利我的那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支棱起来，总会等到支棱起来的那一天。拜拜。